寿星出现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来，今年几岁了？今年贵庚了？51岁，哇，51岁的第一天，好不好？真的是啊，岁月不饶人，岁月不饶人，对。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太烂的梗了，有没有别种的？啊，没有啊，没有，就半个身体已经在棺材里了，啊，剩半个身体在外面。所以每一天都要介绍一支好香水，对，才可以好好的离开，这样好不好？对，来。那今天带来什么好东西？今天带来的是应该是这2年最火热的品牌，叫马蒂埃，我们简称 MP， 宪兵的 MP。哦 ，MP， 对，马蒂埃。这个是不是那个肥猫跟女神在法国的时候？哎，对，你非常应景呢，哈。没有，可能是一次就卖掉36瓶，他们也想到底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哇！因为以前大概都有10几瓶吧，要不然6瓶、12瓶，甚至36瓶全部卖完，后面还有6个在排队。对啊，那现在这一支为什么这2年这么的火？因为这支去年是得奖的啦，叫不败玫瑰啊。不败玫瑰。今天我们喷不败玫瑰，对不对？不败玫瑰，对，不败玫瑰。所以啦，好，然后听说啦，它是很像贵妇肖像。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好不好？好。不败玫瑰，不败玫瑰，好，只要是玫瑰，台湾人都很爱。对，其实它纸盒也蛮简单的啦，所以你不一定，老实说不一定要买正装，因为你看它的纸盒因为现在崇尚环保嘛，所以它不会有过多的过度包装。是，好，那这个它有封膜吗？没有，没有嘛，吼，没有。对，都没有。所以现在这镜头前的各位朋友，你要知道说，欧洲这类先进国家，他们慢慢的在取消塑胶类的这一些材质的东西哦，所以不要买回来说，我怎么没有封膜？这是先进国家才开始没有封膜，对，带头做起，对，好不好？因为他们他们有所谓的巴黎协议嘛，要在5年内要减少多少的塑胶制品，是10年内有对碳排放。好。来，不败玫瑰，我们来试试看。哇，你看它其实喷头非常强劲。我们来试试看，36瓶一次都加光。哦，这玫瑰一开始带有一点轻微的乌木，是不是？没有乌木，没有，真的没有啊！哇哦，广货，广货。但是我觉得跟贵妇肖像比起来，它的广货是下降的，那玫瑰是增量的。哦，对，玫瑰是增量，然后比贵妇肖像再甜一点。对。所以有人说这一支类似这个贵妇肖像，对，贵妇肖像。然后因为它的宣传啦，说这个调香师的这个用的玫瑰都是他自己种的。对，都是他自己种的。真的啊？对。我们看，然后这个牌子，这2年为什么这么火？就是因为它产品设定的非常好，就一个味道就是一支。所以你不会有太多的让你觉得选择困难症发作。所以这玫瑰其实老实讲就只有这么一支。OK，就是它的玫瑰的产品。所以它玫瑰相关的就只有一支。对，就只有一支。那假如说橙花就只有一支。对，它就一支。乌木就只有一支。不会让你有重复到的，对不对？对，所以它对于产品的定位非常的精准啦。精准。OK， 好，那你讲一下这一支味道在你身上现在怎么呈现？因为我上礼拜5就拿到了，但是我必须老实说，你说真的很像贵妇肖像，我不这么认为了。我不这么认为。对，我也不这么认为。对，它因为贵妇肖像夏天不能用，因为你像今天36度，喷出来，因为它跟汗混在一起之后，就会有一点点酸酸的。那是你的汗吧？别人不是，我们会长他有跟我讲说，他喷1轮玫瑰或是贵妇肖像在这么热的时候，对，
阿文互助会的会长真的啊？哦，是哦，女生也会这样子啊？对，哦，那这一支倒是可以夏天合适，对不对？对，因为它闻起来味道比较通透一点，对，对不对？对，它的玫瑰感觉是隔着一层水雾的感觉，对，哦，那隔着水雾，夏天就听起来就比较清凉一些了。那它不是闻起来凉凉的哦，它是让你感觉它的清透感的这种，没有像贵妇肖像这么的厚重，然后气场这么的磅礴啦，应该讲磅礴，然后非常强大，大概3米内都是整整你的气场。那这个我觉得就好一点，比较适合夏天使用，然后一样非常的馥郁，然后这一排的持香都非常非常的久，都非常非常的久。对，我觉得这一支的玫瑰有一点像在辽阔的山间的玫瑰，它不会太高冷，不是，它不是这种冷系的，它也不是那种厚重的，但是你可以知道它是闻得出开放的空间感，然后的这个玫瑰味。对，对，所以他去年得到了香水大奖，香水大奖是，就是它的香味的呈现，我觉得是超过它的售价的，超过它的售价，超过它的售价。好，那你觉得这一支男生合适吗？男生非常适合，因为我其实也礼拜6的时候我有拿出来喷了一下。对，周边人怎么说？周边人都说非常好闻，可是因为那天礼拜5我试的时候，跟学姐试的时候，学姐是广藿味比较重哦，对，然后我是玫瑰味比较重。你是玫瑰味比较重，对，我是玫瑰味比较重。是，对，好，不败玫瑰，不败玫瑰。我们来看一下它香调好了。好，那你边找香调的时候，边问你一下，像这一支，你觉得合适用在什么样的时间跟场合？这一支我觉得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可以用。就是你想要有一个高品质花香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一支。好。约会合不合适？非常适合，非常适合。对，好，来，这玫瑰，还有广藿，还有这个藏红花，还有劳丹枝，还有胡椒。好，他讲的真简单，但是闻起来不太简单。对，因为它的玫瑰是非常非常，因为他自己种的嘛，所以这个玫瑰的精油，然后他只用在自己的香水里面，那也不从外面去买。至少，我们看到的文宣上他是这样说啦。那所以其实这个玫瑰精油非常的精纯，非常的精纯。然后但是却不会厚重到让你夏天这么热的天气35、6度，你很难穿，然后会有一点微微的酸。其实不会，它不会。那我要讲一下这一支的玫瑰，你闻得出它是隐隐约约的玫瑰，它并不是，不要把它想象成一轮玫瑰的这种，或者是柏林少女这种，对，非常拟真的这种玫瑰它是一个算是比较异域式的，比较异域，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比较比喻一个形象感的玫瑰，它隐隐约约有玫瑰在里面，但是它并不是这么的强烈的呈现说，我这是玫瑰这样，因为它没有那个像贵妇肖像那个，因为有松露嘛带来的那种土感啦，土感它没有那种，那也没有像贵妇肖像它的广藿其实是比较重的，那它真的是把它的焦点都放在这个精纯的玫瑰精油身上精纯的玫瑰精油身上。OK， 好，那它后调还会有变化吗？有，因为它这个持香非常的长。是。因为今天我们带来这2支持香时间都非常长。OK。听说是2天了。2天？听说是2天。真吗？真的，听说是2天。那你等你今天下班之后回家洗澡之后，再试试看，好不好？好，那我们前调先停在这边，那带回来再跟大家说明后调。不败玫瑰。不败玫瑰，拜拜。好，豪哥，不败玫瑰，我们回来了。对，不败玫瑰的后调，现在让你先讲一下。我可以这么说，它
跟所谓的贵妇肖像没有一点点相像，只有一点点影子类似，那叫类似，但是它其实是还是一个非常原创的香水。那它的玫瑰花的呈现，玫瑰香味的呈现，其实是玫瑰花瓣的呈现，玫瑰花瓣的呈现，是一个高品质玫瑰花瓣的呈现，而不是一个玫瑰花，它不是刚刚含苞待放，也不是绽放的非常大朵的那种。OK， 好，那我是一个比较实在的生意人啊，哈，我觉得这一支大家，因为听大家讲，好像它都跟贵妇肖像，一起摆在一个评价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炒作出来的啦。对，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完全没有一个可比性，对，没有可比性。当然不是说这个不好，我觉得它是他自己的原创，对。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被人家拉来做这个比较，那你也不要觉得不败玫瑰，也不要被这个名称给骗了，因为它实际上它有玫瑰味，可是它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想象的一轮玫瑰，或者是贵妇肖像，或者是说像那个柏林少女这么的。以玫瑰为主要的呈现，不是哦。如果你来这样子想这一支的话，你肯定会失望的，因为它要呈现的反倒是玫瑰跟广藿，那玫瑰花的意境，它是一片远远的看到玫瑰花田的这个感觉，它不是让你眼前一看一闻到一株玫瑰的味道，我绝对不是。这个我必须要在镜头前跟大家诚实的讲。所以，如果你抱有这样的假象，你可能会很失望。到时候可能在二手的香水这一支就会大量被抛售出来。好，所以要用另外一个观点来欣赏这一支啦。我觉得还是还原给原创者他自己当时设计。对，不要做一个比较，因为一比较大家就会出事了。对，因为它没有那种像那种含苞待放的那种，包含它下面那个茎啊、叶啊。没有，不是，它就是很纯粹的玫瑰花瓣的味道。对，我闻得到是在一个辽阔的山间里面，那远远看到这个玫瑰花田是盛开的，没错，但是没有那么的贴近你的鼻子的这种玫瑰花。对，所以不要再把它跟贵妇肖像放在一起比了，它是一个非常有原创性的香水。对，原创，因为它毕竟还是去年拿下大奖的作品吧。是，这个很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假如说我们在找下一个对象的时候，你一直拿前男友或前女友来跟新的比，你永远不会知道新女友的好在哪里，对不对？这个美国有一句古谚，他说：假如你常常想念安妮的好，你不会欣赏到珊妮的美，对不对？懂这意思吗？就懂。我们要摆开，大家现在不管是谁在炒作说这个跟贵妇很像，对，我们都要撇开，专心的欣赏这一支不败玫瑰。不败玫瑰。那我觉得它名称也要改，它叫做已败玫瑰。不是败是那个已经，不是败是已经买了，已经买了。已败玫瑰，好不好？我如果单纯的欣赏，我很喜欢它呈现的意境。特别是，其实我也是蛮喜欢广藿香的，而且广藿的后味事实上是挺美的。那这一支很持香，说实话，因为我们从拍前段到现在，其实隔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它的味道还是保存的相当好。对。可是以我闻那么多支香水，我相信它的后调一定是不一样的。对。还没有故事，还没有看到最后。对。因为你看它一喷上去这么的油亮，那知道它的精油的含量真的是非常的高了。是。好，那豪哥换你讲一下。这一支后调，你闻过它的后调嘛？对不对？对，我闻过它的后调，因为我礼拜六测试了一整天。第一个，它真的是可以香整晚的它真的是可以，因为礼拜五下午拿到嘛，然后喷了2下之后回去，洗完澡睡觉，那个味道还在，对，还在。那第二天起床，你还是可以闻到它淡淡的香味，还是可以闻到它淡淡的香味。所以它是一支很棒的，类似像玫瑰广藿的香水。但是
我必须承认它的玫瑰稍甜一点。那广货的，因为在我身上了，广货没有那么的重啊，没有那么的重。那因为它的持香非常久，所以因为我们拍摄影片时间有限了，所以希望大家拿到之后自己慢慢去体会，好吧？自己慢慢体会。我觉得这一支玫瑰很适合夏天来用。对，对。那我觉得用在的场合，如果去户外的话，不论你今天要去爬山，郊区比较空旷开阔的地方，我觉得这一支的味道非常符合整个视觉还有心情，它是辽阔的，是很有空间感的。它这个设定非常有趣的是，它把年龄层正好拉得非常的中间，它不会是很成熟的玫瑰，但是也不会是太年轻的玫瑰，它抓的这个是刚刚好，就抓在中间。是好 ，OK， 好，那又到了我们评分的时间了，对，好不好？当然，你不要以为自己评了可以跟国外一样啊，不会，不会，我们要诚实的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好，镜头前的朋友们，这支不败玫瑰我给它9.5分啦，因为第一个是它整个香味的呈现，我觉得是超过它的价钱的，超过它的价钱是啊，我给它，所以我给它9.5分，是一它很持香，二它整个的空间感也是非常的饱满，是那再来就是它的香味呈现，如果我把瓶子遮住，你猜不出来这个香水的价值，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香水。其实这个售价还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是好，OK。对，你只要花不用太高昂的价格，可以获得这么有空间感、饱满的玫瑰香气。所以我给它9.5分。是，好，那我来评的话，我会给它放在空间感、辽阔感的这种花香调。那我必须还是要很诚实的说，如果你以它的名称，或者是以你听到最近在这个炒得沸沸扬扬的传说来评断这支香水的话，我觉得你注定要失望了。是，好，但是如果你有把老板这句话听进去的话，你好好的专心来欣赏这支玫瑰，我会给它9分。好，不要受前面那些的影响。我觉得光他自己的创作，我就可以给他到9分。如果他是呈现的是一个辽阔感、有空间感的玫瑰的话，他是让他表达得非常的好。因为一开始可能捧得太高了，我们还是要把它对放在一个比较适当的基准点去看这支香水。是。好，才不会到时候二手市场对落差感太大了。对啊，每一个都说好，我们的可信度就越来越低了，对不对？对。好，因为你要想，它其实跟贵妇肖像的价格还是有一大段差距了。一大段差距是。那但是后段我已经越来越闻到它开始柔美的那一块出现。对，这个是它厉害的地方。即便我们分了上下2段来拍，我觉得到现在都还不尽然完全闻到它的后调转变，还没到，还没，可能或许到晚上的时候，有可以撑到晚上洗完澡吗？可以。OK， 那这一支我会再用文字来跟各位做后续的补充。假如它的后调的话，美在哪里？我会用文字来说明。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豪哥帮我们介绍这一支在法国得奖的是吧？法国得奖的，对。然后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这一支不败玫瑰给大家认识。对，那我们用我们最真实的感觉跟回馈给大家，对，跟你们说回馈给大家，好吧？拜拜，拜拜。回来补充一下这一支不败玫瑰的后调，我必须要诚实的说，因为在前段的影片我几乎把它讲的一文不值，但是到了后调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哦，这一支不败玫瑰的后调真的很厉害。这是为什么我终于明白它会得奖的原因，而且为什么这一支最近这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品牌。因为这一款不败玫瑰的后调，事实上真的没有闻到玫瑰的味道，可是
它的后调却是非常的柔和、温柔、舒服的豆沙味。豆沙味你吃过吗？非常绵密，然后非常的粉粉的舒服的感觉，让人家心情会很好哎，所以难怪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而且它的后调留在你身上，你会有一点点一些些的甜感，那绵密的感觉，所以我要赶快来回头补充一下这一支的后调，因为持香大概过了4-5个小时，还是相当的持香，所以推荐给你这一支不败玫瑰，真的是不败，厉害，拜拜。